小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堪称童年阴影的故事？刘备打了败仗后跑去投奔曹操，路上投宿到一个叫刘安的猎户家中。刘安想要招待刘备吃肉，却怎么都弄不到肉，于是刘安就把自己老婆杀了，把他手臂上的肉通通割下来给刘备吃。刘备问：这是什么肉啊？刘安说：是囊肉。第二天，刘备才发现了真相，他感到非常悲伤。见到曹操以后，刘备把这件事跟曹操说了。曹操下令赏赐刘安100两黄金。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感受，反正我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只觉得浑身发冷，头昏脑胀。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用这个故事来黑刘备，说你们看啊，刘备居然吃人肉，他真是个伪君子啊。然而这件事只是《三国演义》虚构的，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拿刘安杀妻来黑刘备，所以我才说，现在网络上黑刘备的人，绝大多数根本就没看过历史，他们总是喜欢一边说《三国演义》吹捧了刘备，一边又拿演义虚构的刘安杀妻、刘备摔孩子等故事来黑刘备，真的相当可笑。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拜拜啦。开个玩笑，继续。虽然刘安杀妻是演义虚构的，但真实历史上刘备确实卷入过一起吃人肉事件之中，而吃人肉的正是刘备的部下。然而在不二将看来，刘备部下吃人肉这件事不但不是黑点，反而会让人对他们产生敬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上期视频我说到，刘备收留了吕布，吕布却在刘备和袁术作战时发动背刺，掏了刘备的老窝。得知消息的刘备整个人都懵逼了，此时此刻他只想说一句：他妈的，吕布啊，你真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天，没逼脸啊！盛怒之下，刘备不顾一切的带兵往下邳冲去，他要跟吕布算账。然而刚刚到达下邳境内，刘备军士兵就在劳累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下达到了极限。刹那间，刘备军轰然溃散，刘备无奈只能四处寻找溃兵，凭借自己的魅力，总算又聚集了一批人。看着身边这点人，还有马上就要用完的粮食，刘备明白取下邳是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那就赌一把吧，趁着还有粮食，把广陵拿下来，先弄个根据地再说。于是刘备率军展开殊死一搏，想要啃下广陵。无奈啊，袁术这个人太傲娇了，嘴上说着看不起刘备，身体却相当诚实。他不愿意给刘备丝毫机会，看到刘备来取广陵，竟然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对付。此时此刻，兵少缺粮，军心溃散的刘备怎么可能打得过袁术的主力？结果又败了。这一下刘备彻底没招了，只能带着残兵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流浪。军队走到广陵海西县，粮食终于彻底断绝了。就在此时，英雄记给我们展现了一段悲惨的记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促，力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就是说，刘备军在广陵时，饥饿困苦窘迫到了极点。刘备部下的官吏士兵们只能互相吃，穷困和饥饿折磨着他们。这就是刘备卷入的吃人事件，这是一段悲惨的历史。近些年来，一些人为了黑刘备，把这段记载拿出来，对刘备和刘备军进行羞辱。他们说，你们看，刘备军居然吃人肉，刘备军太残忍了，刘备太残忍了。对此，我只想说2个字：呵呵。为了搞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我们先来看看事件发生的地点——广陵海西县在哪里吧。就是这里。在此之前，徐州是遭到过曹操屠杀和泽荣劫掠的。曹操屠杀的范围大概是这样的，泽荣劫掠的范围大概是这样的。朋友们，你们发现什么滑点了吗？对，海西县不在这个范围内，也就是说，这里既没有被曹操屠杀过，也没有被泽荣劫掠过。在事件发生时，这里依然是有人类居住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刘备军明明可以通过劫掠百姓来获取粮食，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不要问我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事实就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宁肯互相吃，也没有劫掠百姓，这就是事实。那有人要说了，就算没有劫掠百姓，刘备纵容部下互相残杀、互相吃，这也很恶劣吧？我的回答是，刘备军没有互相残杀，他们只是吃先饿死同伴的尸体。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后续记载来看，刘备军一直保持着建制，继续行军，得到资助后就重新振作了。如果刘备军互相残杀，就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刘备军是吃先饿死同伴的尸体来维持存活的。总结一下，这件事的性质就是刘备军粮食断绝后，没有去劫掠百姓，而是吃先饿死同伴的尸体继续走下去，就这么简单。我猜肯定有人会说，一支军队宁肯饿死，宁肯吃同伴尸体，也不去劫掠百姓，这怎么可能？人都是自私的，怎么会有人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我不相信，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实话实说，对于刘备军的行为，我也感到非常震撼，我也理解不了，他们究竟是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的。但我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我无法理解的高尚，我选择相信，选择尊重，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这个世界上正是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我们无法理解的高尚，无法理解的知识，历史才会滚滚向前，人类才会不断进步。一句话可以不理解，但不要污蔑。就这样，刘备军以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吃着同伴尸体继续前进，而且哪怕到了这种地步，这些官吏和士兵们依然没有抛弃刘备，就这样一路跟随着他。好在刘备军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奇迹，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赶来支援的糜族，看到刘备军的惨状，看到刘备军的惨状，又得知他们的大义与坚守后，糜族被深深感动了。此时此刻，这个平日里最看重利益的商人，无条件拿出了自己的一切来资助眼前这个看起来已经没有丝毫翻身希望的人。他把妹妹嫁给了刘备，散尽家财帮助刘备重新振作，并且从此一生对刘备死心塌地，不离不弃。曹操曾经用营郡太守的职位来拉拢糜族，但糜族坚决拒绝，宁肯跟着刘备继续颠沛流离。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人格魅力真的可以凌驾于利益之上。终于缓过来的刘备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思考良久后，对着部下刘备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们去找吕布。好了，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下一期我继续说刘备的故事。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那拜拜啦。